要说起有社交牛逼症的女明星，白鹿一定算是一个。天生喜剧人的白鹿，不仅演戏在行，综艺感也很强。在成为奔跑吧最新一季的常驻 MC 之后，白鹿给奔跑吧带来的很多的快乐。她的综艺感也让很多的观众没有想象到，最新期的奔跑吧即将来袭。跑男团这次还引来了3位回锅肉嘉宾，人气和综艺感都不低。他们又会给观众们带来哪些的惊喜呢？Hello， 宝宝们，咱们又见面了。奔跑吧黄河篇2让观众找到了跑男熟悉的味道。尽管本季奔跑吧阵容进行了大换血，不仅很多的老成员不来了，又加入了林一和白鹿2位新人，但是整体的效果并不影响，甚至还为奔跑吧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度。虽然林一相对较为拘谨，但是白鹿的性格十分讨喜，完全没有女明星的包袱，而且综艺感十足，为节目贡献了不少笑点。而最让人意外的莫过于这一季的飞行嘉宾，第1期和第2期的飞行嘉宾于洋成为了节目的搞笑担当，到了第3期和第4期，搞笑担当又变成了秦霄贤。虽然奥运冠军巩立姣的存在感没有那么强，但是她的表现同样十分出色，软糯善良的性格让不少观众都对她大加赞赏。也正是因为新成员表现出色，不少观众对这档老牌综艺的信心回归不少，也越来越期待接下来的节目。可惜受疫情的影响，本季的奔跑吧不得不缩减期数，杭州站也变成了本季的最后一期。作为收尾的一期，杭州站的嘉宾阵容还是很强大的，不仅常驻 MC 在，飞行嘉宾也在。节目组甚至还邀请来了3位回锅肉嘉宾，那就是周深、魏大勋、王耀庆。作为节目中的搞笑担当，秦霄贤依然参与最后一期节目的录制，这也保留了节目看点。毕竟在第3期和第4期节目中，秦霄贤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了焦点人物，他也完全撑得起笑点担当这个口号，坐稳了宝藏嘉宾这把头号交椅。而对于3位回锅肉嘉宾来说，他们重回跑男自然不会过于拘谨，毕竟3个人之前都录制过节目，对节目节奏和流程都很熟悉。舅舅王耀庆的综艺感毋庸置疑，虽然他在影视剧作中饰演多是成功精英人士，但是他在综艺中的画风和影视剧中截然不同，因此还制造了不少名场面，也同样是不少综艺节目的笑点担当。在之前的跑男中，王耀庆还在《清明上河图》片还一直因为外形深沉而被看作是最终的将军，成功的迷惑了观众，让整期节目笑点十足。魏大勋也同样是综艺节目的常客，不过大勋花给观众的感受更倾向于呆萌憨憨，很多时候都在状况之外，这样的性格常常让大勋成为团欺对象。不过这样也更加有综艺感，完全不用担心节目没笑点。周深参与录制的综艺节目多是以音综为主，不过周深一直都很有梗，还很会接话，常常因为一些热梗火爆出圈，既有才华又有个性，相信周深也会为节目制造更多有趣的看点。李晨、郑恺和杨颖这3位老成员也更能够与这些飞行嘉宾们打成一片，毕竟大家之前一起合作过，相较于新人来说，他们与这些飞行嘉宾的互动会更多。老成员在这一期节目的录制中也有望找回存在感，有了这3位回锅肉嘉宾，再加上让观众找回了跑男最初味道的秦霄贤，最后一期的节目值得期待。奔跑吧黄河篇的节目录制地点选在了黄河的沿线城市，前2期节目放在了山东，紧接着又来到了兰州。原本后2期的录制地点是放在河南，但是由于疫情的影响，只能回到跑男的大本营杭州进行录制。不过这也无形中给节目增加了难度，毕竟奔跑吧黄河篇的呈现重点是黄河沿线城市的风土人情，而杭州显然不符合这样的节目要求，因此如何紧扣节目主题就成了一大难题。最后一期节目也同样是诚意满满，单是看嘉宾的造型就知道，这一次跑男团走起了学院风，女嘉宾的着装更是为统一。杨颖身穿了一身黑色的学院服，一头的波浪卷发看起来十分灵动，白鹿则是牛角扣风衣搭配 JK 制服，皮肤白皙，本就身材消瘦的白鹿穿上学院风的装扮之后，更像是一个女学生，而一双美腿格外吸睛，好身材尽显。宋雨琦也回归了最后一期节目的录制，从整体着装风格上来看，与白鹿更为接近。不过这一次宋雨琦的发型有所变化，不再是我们熟悉的双马尾，而是将头发彻底散开。虽然在之前的节目中，嘉宾们也会统一着装，但往往都是以颜色鲜艳的搭配为主，很少尝试这样的学院风。就连王耀庆也穿上了一身学生制服，瞬间年轻了10几岁。最后一期的服饰风格想必会吸引到不少的年轻观众，尤其是对于喜欢动漫的观众而言，这样的学院风装扮更是极具吸引力。
有了这样用心且绝美的造型以及符合观众期待的嘉宾阵容，最后一期的跑男想必一定不会让观众失望的。不知不觉，奔跑吧已经陪伴了观众7年了，期间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欢乐，但之后也经过了各种转变。曾经的跑男是很火，但是在李晨和陈赫的母子组合解体的时候，在陈赫和邓超的天霸东霸塔组合离开的时候，以及王祖蓝和王宝强的宝蓝组合消失的时候，曾经受欢迎的跑男终究是不复往日的风采。尽管之后有着沙溢、蔡徐坤等新鲜血液的加入，但是如今的奔跑吧就像是一盘死棋。所幸节目这一季又来了一次大换血，然而整体的质感却丝毫不受影响。不光有老成员带来的熟悉感，而且新鲜感也让新成员带来了。而这其中，白鹿的表现无疑最让人惊喜，她的发挥比观众的预期还要高。在第一季《奔跑吧黄河篇》中，白鹿就曾经因为穿着一身花棉袄不顾形象的大笑而出圈。这一季作为常驻嘉宾，每一次只要有笑点，摄像组的镜头必然会对准白鹿，她的大笑从未让观众失望过，直接笑出牙床的白鹿也是彻底扔掉了女明星的偶像包袱，毫不在意自己的形象。游戏环节也是同样如此，要么就是学炒菜时候紧张到多层下巴都被挤了出来，要么就是脱了玩偶服，头发凌乱到彻底没有型。白鹿成功的凭借她的杠铃般的叫声，成为了跑男的一大亮点。作为白鹿独有的特点，也让她成为了这一季跑男最讨喜的一位常驻嘉宾。不过，相比于白鹿的大笑，真正圈粉的却是她在节目中玩游戏的高光时刻。这一季跑男中，除了白鹿之外，飞行嘉宾于洋和秦霄贤也同样是十分搞笑。但白鹿的厉害之处在于，她也同样有着扎实的文化功底。在最新的一期节目中，火眼金睛的游戏环节需要嘉宾们聚精会神的去看乒乓球上的字，而乒乓球并非是固定不动的，而是有2个工作人员不停的传球，在球旋转的过程中看到字并正确的读出来。杨颖最早看出来了瑶字，但是他并不认识那个字叫什么，便问身边的其他人。紧接着乒乓球落到了桌面上，白鹿不仅看到了是瑶字，并且准确的将这个字读了出来，但在场的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字怎么读。白鹿的这一高光时刻非常圈粉，毕竟在场的其他嘉宾以及工作人员很多人都不认识瑶字。之后白鹿又认出了念字，但是当导演问到白鹿是自己认识这个字还是听别人说的，白鹿也是相当坦诚，告诉导演自己是听到的。既坦诚又诚实，这样丝毫没有包袱的白鹿很难让人不爱。近日想必大家也都在各大社交平台刷到白鹿反杀秦霄贤的片段，这一片段可谓是承包了整期跑男的笑点。跑男已经录制了9季，这几季以来，大家都认为跑男里面的固定嘉宾发生了很多的改变，游戏的设定也没有以前有意思了，至此大家对跑男的关注度就没有那么高了，期望值也变低了。而最近一期白鹿与秦霄贤的游戏互动环节中的互相伤害的桥段，再一次把跑男带上了一个新的高度，对于白鹿来说，知名度更是又打开了一个层次。弹飞翼游戏算是跑男中的经典游戏，白鹿和秦霄贤被分为了一组，开始是秦霄贤做游戏，白鹿来接受惩罚。前面几轮秦霄贤都没有输，所以白鹿也不会被飞翼弹出。秦霄贤看看白鹿说了句来吧，我得让白鹿下去一回。白鹿说什么意思？紧接着游戏的主场人说6碗牛肉面，秦霄贤大放着瞳孔说几碗。随着白鹿被飞翼弹飞至水池中，白鹿明知道秦霄贤是故意的，然后自己站到前面做游戏，秦霄贤接受惩罚。之后出现2人互相伤害的一幕，不管工作人员说什么，白鹿都表示自己没听见。相应的，秦霄贤也要接受飞翼的惩罚，而且弹出落水状态和猴子很像。这一整个环节中，27岁的白鹿与24岁的秦霄贤这对欢喜冤家，给大家呈现了互相伤害的一幕。这个节目因为白鹿和秦霄贤的情商和搞笑功力，这一段成为了这期节目的最大亮点，成为了收视率的保障。之前白鹿在《周生如故》中的表现，让观众认识到了白鹿精湛的演技。在娱乐圈混了好几年的白鹿，终于被观众看到，她身上的光芒也难以掩盖。如今白鹿登上了国民综艺，又向观众展现了极强的综艺感，她没有偶像包袱，也极为真实。这个女演员再次受到了观众的喜爱。不得不说，白鹿的性格的确讨喜，既有接地气儿的一面，又让观众感受到了来自她的文化功底。虽然玩的都是平平无奇的游戏，但是白鹿总是能够成为大家的焦点，这才是真正的综艺天选之子。这一季的跑男选择了白鹿，才是真正的加分项。
最新的一期《奔跑吧》还在录制中，不知道大家最期待看到哪一位嘉宾呢？最喜欢的嘉宾又是谁呢？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。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哦。